到澎湖是在几年前的公司员工旅游，走着旅行社的套装行程。对澎湖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团，逛逛老街，买欧米亚给，看看免税商品。说白了，心中其实就只是把澎湖当成是一个很普通的观光区，所以自然而然也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位普通的观光客。所以在那一次离开澎湖的状态，除了手机里留下的几张照片，包包里多了一些伴手礼，基本上对澎湖就是有来跟没来一样啦。用徐志摩的诗来形容的话，就是挥挥衣袖，真的没带走任何一片云彩。而几年后的现在，我们又准备出发澎湖。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这一次我们决定来一趟令自己难忘的澎湖行。除了带上自己的行李之外，也要把我们的交通工具一并运过去。打包好行李，买好船票，跨上车，我们准备前往菊岛、澎湖。I've been looking for a way out. I can't find my way now. I just need you by my side.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baby, we could get away and 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no, 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no.这一趟澎湖行非常感谢极限专卖赞助鲁特 GoPro Hero 9运动摄影机以及电池充电座，让我在旅途的过程中可以更方便的记录下周遭的一切。而 GoPro 9使用起来，除了超高清的画质，拍摄影片时的稳定度也更加提升了，画面几乎感受不出来有抖动感。多了前萤幕，也让我自拍的时候一目了然目前的构图。而极限专卖除了有 GoPro 9，更是机车旅行的专家。举凡是机车旅行的相关配件、旅行包、防水包、手机架、运动相机、蓝牙耳机、空拍机、麦克风、相机支架，各种骑士用品应有尽有。鲁特也替大家争取到了85折的优惠，由资讯栏上面的连结进入，或是结账的时候输入代码YOYO100，就可以有满千折100的优惠哦。最后的最后，在他们的 IG 上，每个礼拜也会推荐机车旅游的资讯。以及各种配件工具使用小技巧，如果骑不够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追踪哦。哎呦，现在是5月5号，礼拜3下午4点半。今天呢，我们人又在潭子了，可以看到。这边应该大家蛮眼熟的啦，就是上次我去雾台之前啊，也有来。今天会来呢，又是因为我们的麦克哥，好不好？伟业科技的麦克哥又要给我一台空拍机了。下礼拜1我就要去澎湖了，所以这一次呢，特别在要去澎湖之前，他是说打算让我去澎湖的时候可以让我飞啦，因为这台是新出的 Air 2 S， 有一个 S 版就是不一样，重机就是 R 嘛，多 R 就是不一样，空拍机呢就是多 S 不一样。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新的空拍机。今天是交给我们老橘白载我过来，今天我没有骑车来，今天我开车来。我他妈现在就是一个小帮手。
跟大家说个晚安吧。哎，大家好。对，你现在已经变成小帮手了。字幕小帮手。你现在已经对他如果是字幕小帮手，我就是业配小帮手。反正你也不会放的。我放给你看，他妈的！把他剪了一个超过半年的业配，好不好？够照啊，够照啊，够给力了。可以啊，不枉费我这些年来这么多帮你转字幕。那看到新的空拍机感觉怎么样？哎，我觉得2S 还不错。都还没飞你就觉得还不错？没有啊，你看那个画质，我有去看他那个网络上面人家评比，他画质好很多哎。他们这一次的那个镜头，那个传感器换成1寸，你知道？感光元件比较大，相机这种东西就是1寸大1寸强。对，感光元件越大就是人权越高啦。他这次还借我一个特别屌的遥控器，好不好？好，等一下进去看一下，我们空拍机。他现在有客人 ，Go Go。这个是我们这次要去澎湖的那个空拍机，好不好？这次来的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是，干他妈的爆干飞，好不好？这个我们麦克兄，麦克兄做的贴纸，好不好？爆干飞，这个我一定会贴在我的小徽上面的，非常感谢你。不客气，因为你说你要去出国10天嘛，伪出国对啊，用个好画质给你试看看。有啦，听说画质真的提升蛮多的。那个遥控器也很方便。它这个遥控器真的超方便，就是我现在拿起来，它就是等于手机已经接在遥控器上面，我就不用在那边接来接去了。然后我相信他会借我呢，一定是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不去了，然后就会跟他买一个，对吧？对，就是这个，很老实哎。当然啊，对不对？我相信这个我去完回来之后应该是会上瘾。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拿完，然后再来呢就要准备出发去澎湖了。感谢，希望这次澎湖的空拍可以飞得很棒，谢谢。爆干飞好不好 ？Go Go！ yo， 我是鲁特，终于要去澎湖了。这一趟旅程，在从去年的宜兰行就一直有在讨论要到外岛骑行，因为其实鲁特一直都很想要去国外骑车。有这个机会可以离开台湾本岛，前往外岛骑车的经验，相信对于之后去国外骑车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一开始原本预定的计划是5天4夜，不过后来因为船班瞧不拢，所以当天数最后定下来的时候，来到了8天7夜。那说真的，8天7夜整整多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以一开始我对澎湖的印象，这个8天7夜，我还真的不知道要玩什么，很怕8天里面有4天都是在逛老街。所以一开始其实也是蛮怀疑，到底能不能这8天都玩好玩满的。毕竟澎湖说大其实也不大，1天就能骑完了。怕在澎湖没有事做，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直接连同笔电一起带上，加上摄影机、空拍机、衣服、充电器，装备的规模根本可以说是带着身家前往澎湖。骑车旅游有史以来背过最重的包包，应该就是这一次了。一上肩，马上就感受到了非比寻常的重量，但是一想到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在整理完装备后，还是抱着一颗既期待又兴奋的心，从家里出发了。出发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8点。今天的第一站，先到西滨附近的 Seven， 和这一次准备同行的伙伴们会合。从台中市区出发，一启程就在向上路被拍了一张。可见这次的旅程我有多么的期待。在骑了大概40分钟之后，我也来到了 Seven 的港富站。现在时间是8点5分，我现在人在 Seven 的港富站。然后今天呢，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明天我们要去澎湖嘛，然后我们要把车运过去澎湖。船班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先到高雄先睡一晚。非常荣幸，刚才已经有人先出发了啦，我是算晚出发的啦。刚才有人骑过来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是小胖啦，可是他把安全帽拿下来的时候，就像是生病的小胖哥。嘿嘿嘿，觉得我们真的是丢高再丢高的人，因为我这一次啊，特别换了一个超大的背包，他妈的，看超重的，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看超帅的哎，你看 ST 的好不好？而且跟我的外套，哇，干你这是不一样的哎，他妈换新车，干他妈雅马哈摔惨了，开玩笑。然后你的影片我还没看，没关系，你的影片我也还没看，评理。这个身形不对吧？你的干化骑士 T 怎么他妈这么大件啊？对，我好像要再买一件。对啊，你现在几公斤？70，只比我多10公斤而已。他妈，我现在居然还比你多10公斤，太丢脸！你都没在运动哎！靠！昨天我去骑越野车摔爆了。那你这次有带电脑吗？有，我带电脑。我跟你讲，我这次要去他妈澎湖剪片。看真的假的？对。到底是谁会去澎湖去8天啊？我们呢？
对了，我们啊，对啊，你好拼命哦！出来玩你要剪个屁呀！没有我一定要剪，出来玩一定要剪片。不是啊，那8天一定会有1、2天是无聊的吧？啊，对吗？对的。你早说你要带，我就不带了。你知道我行李箱里面满的。我也是啊，我也是全满，好不好？可是超重的，我没办法弄，这我没办法弄在身上，所以我用了那个马鞍袋。那我可以把我的行李放你车上。骑大洋的在那边放挡车的，哪里有问题呀？哦，那真的超重的，你看那一包，放刚好 OK。干背起来看看好不好？牌还要这样，帅吧帅吧？那个包包都快比他高了，哇！你现在整个雅马哈，对啊，开玩笑啊！干，看一下他的新车，哇 ，T 妈560，好不好？好爽哦！好骑吗？觉得超好骑的，跟530比差太多了。那你到底要不要打档的？不要，换个打档的吧。那你骑车出来玩就是要舒服啊！骑车出来玩，手还一直压一直压，又不是要练那个指力，对不对？你就是平常没有在练，好像，所以你练很多就对了。所以你要出门的时候，你老婆都说 OK。所以你练很多就对了。我平常就是练太多，所以我现在交不到女朋友。好了，然后我们讲干话，现在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西滨下一站口湖吧。口湖对 ，Go Go。这次应该算是我骑车有史以来蛮期待的一次，应该是说每一次都很期待啊。这一次呢特别不一样，因为这是第一次我要把橘白运出海，就是出台湾本岛。虽然还是在台湾，就是去澎湖嘛，可是我觉得这对我以后如果之后要去国外骑车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经验呐。就是以后如果出去骑车的话，因为势必东西一定也会很多，跟这次一样多，所以这次呢我还有用了 GB 的马鞍袋。然后也换了一顶帽子。这次的行程是8天，谁会去澎湖8天？我真的搞不懂8天。所以我这次还带了电脑，所有的行李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到爆。我连衣服都带，以往我的袋子里面衣服啊都是只有不到1天份吧，就是我身上穿的就这样。可是这一次呢，我带了3天份还4天份的衣服，真的超多的。所以这次算是我骑车旅行以来第一次装备这么齐全，做了蛮多准备的一次，所以还蛮期待的。等一下呢，我们就往口湖出发 ，Go Go！与这次同行的伙伴胖哥与贤哥会合，在上一次雾台行见面之后，时隔3个月没见面的小胖哥，真的是变得有够瘦的啦。前阵子只能从脸书粉专上面看到他变瘦的照片，实际上看到本人后又觉得他更瘦了，肥肉少了，排气量却变多了。原本的530也修掉了，换成了560。今天的路线很无脑的把整段西滨骑完，从七股接到173县道。接着转到台17线，继续往高雄前进。有了伙伴们的陪伴，这一趟西滨也从原本的深夜加油站遇见重机车友，变成了3人行，3个人3台车，一路向南。晚上的西滨一样暗，很快的一路往南，我们也来到了口湖休息站。经过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们现在回到金光闪闪的口湖休息站。现在这边都没有人，我这次在这边也没遇到车友了。有来就这个啦，变瘦的胖子。然后我们今天预计是要到那个西子湾，我们今天要坐西子湾，在旗津附近啊，博尔特区啊，博尔特区。下一站他们要加油啦，因为他们现在油量已经不够了。台17上面加了，刚才找了一下，然后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准备继续出发。Go！ 离开口湖休息站，时间来到了接近11点，我们继续往南前进。这次的路线，因为我们要到高雄，所以经过北门之后，没有接到台84线，继续骑在西滨上面，一路直达七股，接到173县道后，再接到台17线，打算先找一间加油站加油。这次出发的时间点其实算是有点尴尬的啦，刚好在晚上接近9点出发，因为船班是明天的早上7点半报到，如果是半夜出发，才从台中要杀去高雄的话，怕会有变数。也会怕来不及，所以一定要在今晚到高雄过一夜。而从口湖休息站出发的时间也来到了接近11点，代表着到高雄可能已经超过凌晨1点了。可能很多人在每次出门骑车的时候，对于晚上骑车还是会蛮排斥的啦，所以都会尽量把骑车的行程安排在白天。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跨在机车上面就是放松，就是舒服啦。所以我们一路上还是悠哉惬意的慢慢骑。早就置时间于度外了。Hello everybody，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油永化站。我们今天西滨啊，我们没有下那个北门，直接骑到七股把它骑完。他们整条西滨直接骑完了，我从台中骑到最后，然后现在这边加个油，一路骑下来。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真的太长夜骑了，所以完全不会感觉到累。你会累吗？这台车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现在这太爽了，好烦哦，这个太舒服，他还有定速，真的太屌了。对，坏家伙，坏胚子。对呀、之前从来没看过他还插这个的啊。之前他的530要多烂有多烂，要多脏他妈有多脏。没有，通常我的那个新车有没有？对，在5000公里之内，我大概都会擦一下。那5000公里之后就随便了。那现在里程多少了？现在2000了。哦，签多久？大概2、3个礼拜。 2、3个礼拜2000哦。对啊，开玩笑，拜托，我也是热血的好不好？对，热血骑士哎。刚刚鲁特哥说什么？说什么那个挖鞋去那边租就好了。我偏要带自己的，就像车子我就要骑我自己的一样。租什么车啊？莫名其妙。看到他的车那么新，突然好想我的橘白的里程也那么新，已经15000了。对，这样也是爆干骑的啊，这样也是爆干骑的。礼拜骑1000呢，对啊，太夸张了啦！对啊，恭喜你荣获我的认证了，合格啦，合格。然后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到西子湾大概还要再1个小时，准备出发了 ，Go Go！ 看到小胖兄笑得这么开心，应该不难想象签新车的喜悦啦。2个礼拜2000公里，也真的是骑爆了。我们3个人就在这一整片欢乐的气氛中，继续骑在台17线上。这间中油永化站虽然是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不过因为没有酒吧，所以只好在进入台南市区之后，再找有酒吧的加油站。对，它就比较浅，谢谢。主任是鲁特吗？啊？主任是鲁特吗？对，Hello，我是你的粉丝。谢谢，你好，谢谢，加油，辛苦了，拜拜。很感谢在中油也能遇到观众帮鲁特加油。启程之后，一路经过黄金海岸，正式进入高雄。到了这边的时间也超过1点了，因为出发的时候没有吃晚餐，所以肚子算蛮饿的。打算到路边随便一间永和豆浆开课。而这一次再从澎湖回到台中之后，光是整理这些拍摄的档案，就整整花了1天半的时间。档案大小也来到了前所未有的 1.6T， 数量则是来到了超过1500个。一颗2T 的 SSD 硬碟就直接这样被占满了。即便是分类完之后，素材仍然超多，然后又很杂。光是空拍机的素材，在初剪完之后可以使用的片段，就来到了整整1个小时又10分钟。除了名副其实的爆干飞，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相机的档案，飞爆之外也骑爆了，可以说是陆海空大满贯，一点也不夸张。在素材这么多的状况下，要挑选在影片中的片段，反而会让我有一种选择障碍。每个画面都很美，每个画面都很难选，每个画面都想要放进去。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点8分，1点8分，我们又回到了金光闪闪的高雄市区。肚子太饿了，点了一间永和豆浆，这里的东西真的超便宜的。他先点了包子、萝卜糕、蛋饼，然后一个油条，加一个豆浆，80块。我点了一个葱蛋、蛋饼、小笼包、奶茶。为什么他们要108块？因为小笼包比较贵。可是它就是小笼包，这样50块而已。在台中吃的话，应该是70、80块吧。而且这间是开24小时的。那你的包子呢？你的包子吃起来呢？吃起来有淡雅的风格。干他妈的，现在也在学我。吃完了永和豆浆，现在时间来到1点半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西子湾了，就要 check in 了。Go go！ 吃完永和豆浆之后，时间也来到了1点半，离开豆浆店时间也晚了，加上今天是个平日，今晚的高雄市区一路上完全没有车，从豆浆店一路上经过左营、鼓山，最后在凌晨的2点来到了今天下榻的饭店，位于駁二特区附近的城市商旅真爱馆。城市商旅这4个字听起来是还蛮正常的啦，不过后面加上真爱馆3个字，配上这一次又跟2个男生来住，听起来就有点怪怪的了。除了跟2个男生来住很怪，在凌晨的2点15分才要 check in， 也算是够奇葩的一件事了。现在我们停完车，等一下准备要 check in。时间来到了2点15分，现在呢刚到饭店。我们今天住的是城市商旅，好不好？在高雄。今天晚上特别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大坨云吧。它现在出现在我眼前，超明显的，这个超大片的，然后几乎都不会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半夜2点多才会到这边，这样我们就睡 7 就好了，干嘛还要睡饭店？不过没关系，等一下先去 check in。我以为是这一间，我以为他们去 7或是全家什么之类的，结果没有，他们是去饭店。我搞错间了，然后饭店在前面，然后我已经在这边等了15分钟了吧，我现在要走过去了。Go go！
我刚才在那边等了15分钟，我以为是哪一间。跟各位报告一下是这一间，好不好？对，这里是高雄的博尔特区。对，这间饭店在博尔特区里面。对，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城市商旅，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它有些房间是可以看到对面的海景，码头就在前面。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住海景房。在经过了15分钟之后，我终于回到金光闪闪的城市商旅真爱馆，想要入住了。Go go！ 一进来啊，我觉得这个环境超级明亮的，非常典雅，非常的典雅优雅，甜美啊。不是怎么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讲的什么东西。是恬静优雅的气息，对，富有一种恬静优雅的气息。然后它现在这里面这个电梯啊，我觉得非常的暗，对吧？那这个电梯很暗吧？不过我会选择这间饭店，不是因为它的名字特别啊，也不是因为它恬静优雅的气息，而是因为博尔特区距离我们明天要搭船的高雄港，只有短短不到10分钟的车程，船班是7点半要报到。加上我们3个人都没有把车运出海的经验，所以也替自己预留了一点时间。时间真的很早，如果错过了，下一班的船要在2天之后才有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抱着必死的决心起床。又跟2个男的来住饭店，好像分成3张床，不用担心会有谁的屁股被谁摸过。他这边超大的好不好？然后我走在这边已经走到快迷路了，到底要不要到了？好，我们到了，我们终于到了。1张双人床，2张双人床，3张双人床。现在我们终于到饭店了，精神还可以，完全没有想要睡觉的感觉啊。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这3个人里面呢，出了一个神经病。怎样的神经病法呢？就是我们去澎湖，然后有一个人带了这个东西来，群魔乱舞啊！天哪，干我到底都是跟谁住了饭店啊？我。这是小胖最近买的蛙鞋，碳纤的材质。对，据说呢，它的弹力好，所以在水里面呢，只要轻轻的脚这样子拍动，对，我们就可以前进的很快，可以潜得很深。对。不过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对，就是老实说，蛙鞋我没用过。其实不会，其实蛮好用的。像我那个第一步环岛的那个啊，我朋友啊，他就是潜水教练。对。然后我第一次去环岛的时候，我跟他去潜水。对。然后他就是借我蛙鞋，可是你在陆地，你穿上去之后，在陆地上走超难走。这个碳纤的蛙鞋呢，有一个特性，就是没办法在陆地上穿。对。所以呢，他必须先跳到海里面再穿。其实老实说，是真的有点丢高，因为你穿这个超级麻烦。但是这次来澎湖啊，算是我第1次出去外岛潜水，所以我还是想要带自己的东西来试试看，就跟我们丢高骑摩托车把它运过去是一样，一个成就嘛。对，它是一个成就，它是一个成就。对，人生有时候啊，就是为了这个成就，不管多累。可是在我眼中，你就是神经病。哇，金刚狼 ，Wolverine。好啦，应该看得出来，每个人对于这趟澎湖之旅是非常的期待又兴奋的。像有一个人。还买了他最新的鞋子哎！天哪，你的鞋子在一般的时候还不能穿哎！你们去澎湖8天，然后穿不到8分钟啊！其实我还为了这一双鞋子买了一个袋子。平常小胖呢，出门旅行一定都是背相机包，这一次改背蛙鞋包。我只能说，我们人哦，有时候还是要量力而为了，好不好？他以为他现在瘦了，他就可以背很重的东西，事实上并不然，他也是一样胖。我比以前瘦了30公斤。不是，我光看手臂就知道了，你的手臂就是已经开始有点粗壮的那一种抽用了。没有，你之前的那个血管都是被藏在那个肉底下。还好你不是说肥油底下，好不好？我们用比较文雅的字，好不好？恬静而优雅。他原本的血管是藏在他那恬静又优雅的肥油之下，总是要有点包装嘛，对不对？我现在东西已经放好了，可是我要去拿我的马鞍袋。现在时间来到了3点。然后我明天6点就要出发了。在结束了7个小时的奔波之后，时间来到半夜3点，直到睡觉的前一刻，我还是不敢相信，我干嘛付钱住饭店？还是我明天回台中好了。干，妈的，我都来了，丢高啊！有一种旅行就叫人都来了，人都来了，当然要把车运到澎湖啊。人都来了，当然要自己带蛙鞋。人都来了，当然要解锁自己没有达成过的成就。人生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解那个成就，不管再怎么累，只要心灵是充实的，就足够了。好啦，然后今天就到这边啦，从台中骑过来，明天就其实明天才正式开始这趟旅程啊。然后现在我要睡觉了，晚安，拜拜。我们昨天几点睡啊？3点啊？3点半。现在时间6点10分。我
他妈到底来干嘛的？干我为什么不去休息就好？给各位看一下一早的胖子，我们到底在哪里？干，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收一下东西，等一下出发。今天不吃早餐了，因为怕等一下晕船，等一下坐船见。哥哥，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45分，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收好了。等一下我们准备要去搭船，耶，走，搭船了 ，Go！一早6点45分，今天是要搭船的日子，3个人都没有赖床的，很准时的起床。离开饭店，整理完装备，连早餐都还没吃，只喝了一杯咖啡，我们就准备往高雄港前进了。在出门面对一趟陌生旅行的时候，预留时间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就状况连连。首先，因为没有搭过船，所以一开始连港口在哪里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要进去搭船了啊！就这样在博二绕了2圈，还找不到路。现在的时代，出门在外靠朋友，朋友不一定会知道路，对我们来说，靠 Google 小姐才是真理。往北，然后向右转。如果我要晕车搭船的朋友，直接在 Google Map 上搜寻新滨码头，接着就一路享受谷歌小姐专业的导航。往南，往北，然后向左转，往北，然后向右转。虽然偶尔还是会秀抖，不过每次都还是没有让我失望的把我带到目的地。而从台湾本岛到澎湖大概就2种方式，一是飞机，2是搭船。而这一次因为要把橘白一起带过去，所以我们就只有船可以选。而搭船的航线又可以分为3种，分别是从台中港、布袋港以及我们今天要前往的高雄港到马公港。依照目前台湾到马公的船班里面，其中布袋距离澎湖又是最近的，大约50公里的距离。如果我们要晕车的朋友们，从布袋港搭船，时间只需要大概80分钟就可以到了。而如果要晕车的话，就只剩下我们今天要坐的台华轮。很快的，我们也来到了新滨码头的入口，可以看见今天我们要搭的台华轮真的蛮大台的啊。不过我没有太多时间欣赏它，因为接下来才是忙的开始。哦，好。对，帮我出示一下身份证哦。如果有车厢的话，帮我打开一些。什么东西？都怎样？身份证，然后车厢打开。没有那个登记的位置啊，所以你们要先上去啊，你们先。报到后的第一件事情，先量额温，接着让海关检查身份证。大洋或是速可达需要把车厢打开，检查里面有没有放违禁品。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一艘好不好？就是我们准备要搭的船，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把橘白运上去。然后现在呢，你进来要晕车的话，一开始要先量体温，然后给他一张身份证，然后我该给他看完身份证的，车厢还要打开，看你有没有带违禁品，就是也是要有一个船安呐，船安有没有？有飞安就有船安嘛，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就要上去了，非常兴奋啊！第一次搭船，哥哥。接着在搞好了基本的 SOP 之后，在这边需要注意的事情是，橘白也就是车的船票，跟鲁特也就是人的船票是分开的。因为在出发前我们已经都有定位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先到售票亭买橘白的船票，人和车的售票处也是在不同的地方。这边要写车牌好不好？写车牌，价格都在上面。而从高雄往马公的船票价格，因为税制的关系，与马公到高雄的船票价格是不一样的。马公到高雄因为免税，所以会便宜大约100多块。以橘白的价格，也就是大型重机，高雄到马公是1746块，含固定费以及保险。车子上去之后啊，车子是有保险，它已经含在这里面了，好不好？它已经含在这里面了，这些价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算还不错啊，蛮安全的。价格分类的话呢，是依照系数来分，所以在买橘白的船票的时候，需要连同行照一起附上。买完票之后，橘白的船票就是绿色的那一张，挂在车手把上之后，我们也准备上船了。冉冉的炊烟，它现在已经升起冉冉的炊烟，有看到吗，各位？第一次把橘白骑到船上，跟他一起坐船，在一开始就跟我想象中的蛮不一样的。
首先，在鲁特的想象中，一开始原本以为在骑上船的这个过程，应该多少会感受到船身随着海水飘动那一种晃动的感觉吧。不过船的吨位大到在把车骑上去的时候，丝毫感受不到任何一点颠簸。第二，空间也比我原本想象中的大很多。原本我以为里面的车位是像停车场中的那种车位，一格一格的，然后在绑车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空间的限制，多多少少会有点刮伤之类的。怀着橘白可能会被刮花的心情骑进去，不过一进去发现连一个格子都没有，也算是蛮宽敞的，可以很放心的把橘白丢在这边。我觉得蛮不错的，这空间蛮大的啊。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对，看起来好像蛮安全。对，看起来对。然后等下橘白就会绑成像这样。橘牌的狗牌好不好？非常可爱啊。然后因为呢我们有订票，所以我们先把车运进去之后，然后现在要去拿票。Go。在把橘白送上船之后，接下来就轮到买票时间了。身为一个爱骑车的人士，连去澎湖一定也是要先把车想办法弄上船，再拿自己的票。有一种自己没有去澎湖没关系，但是车一定要去的概念。从一早迷路到新滨码头买车的船票，把车弄上台华轮，再到台华轮售票处拿人的票，整个过程真的非常紧凑。这么多事情需要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搞定。这边也统整一下，让我当下觉得可以更有效率的几个方法，提供给将来可能会运车去澎湖的朋友们。第一个，在一开始刚到港口的时候，海关需要看身份证，加上在买橘白船票的时候是需要拿行照的，所以在一开始如果把身份证和行照都拿好，可以省下蛮多时间的啦，不用像鲁特一样，身份证拿回来之后就把钱包收起来。买橘白船票的时候，又要再把钱包翻出来一次。港口的工作人员会因为要方便他们的作业，所以整个过程真的算是蛮赶的，时间也能尽量早点到就早一点到。我们刚才真的太赶了，所以我们车先上了，然后他妈的人还没买票，还没有拿票，所以我们现在要走来拿票。走来拿票的地方呢不远，就在这里而已。走出来那个门口之后就到这边了，台华轮售票处好不好 ？Go！最后在拿到船票的当下，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心里想说，终于可以好好慢下节奏来休息一番了。船票来了哦，4张票，总共4860块，3张。哦，对不起，3张票，总共4860块。它这个票是来回的哦。对啊。那比较便宜啊，比较便宜很多，好不好？等一下。那我刚刚讲错了，4860是来回票。对。但是意思是说不能弄丢，弄丢就死。要重买，对，弄丢，所以搭船是便宜很多的。这趟旅程多亏阿贤安排行程，超累的。对，你会考导游？考导游，我还是考重机比较快。如果刚刚这个钱也是你付的，就更完美了。那我先左3站，站程票1张。现在时间7点半，然后8点半才上船，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边耍废耍1个小时。就是其实你把车运上去之后啊，你的人就会显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轻松，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要先去买口罩，看附近有没有 7。Go go！ 就感谢呢。这样行去了一台吼，韩国电脑叫一红多卖去这。真感恩呢。嘿，介一个去这然后。OK。我要提几个哈？他说哪一台？那台红色那台。高雄人果然他妈超热情的，因为我们这边附近的地理位置不熟，然后我们就随便问了一个店家早餐店，然后问他说哪里可以买那个口罩，然后结果那有一个阿嬷，他把他车钥匙给我，然后他说他的车里面有口罩，然后他给我车钥匙叫我来，他现在一直在后面指挥我，再走过去，嗓门很大，然后应该是这一台好不好？他可爱的 Kinko Mini，Go Go， 打开了。哇靠，真的有口罩哎！口罩 get， 南部人，我超爱南部人的，可真的超热情的。南部人真的超屌，他还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吃早餐才要给我们口罩。对啊，对他马上就直接说你可以啦，然后感觉他身体应该很健康，因为嗓门很大。干人真的超好。对啊，我操，我好感动哦。南部真的是一个超棒的地方。高雄人，请以你们自己为荣，好不好？超棒，这一定要打一下广告啊！阿姨蛋饼，好不好？下次有来的时候一定要来阿姨蛋饼。谢谢啦。金拍谁 ？Thank you， 谢谢。现在吃早餐，放个东西。因为刚刚那个老板实在太热情了，我觉得只买一个红茶实在是太小气。对，有点像鲁特这一集。
莫名其妙。我是真的怕等下上去会吐啊！我妈还有我爸一直跟我说什么坐那个很会晕船哎，很恐怖哎。我跟他说我没有晕过车。等一下，我就不相信你爸跟你妈的是这个表情。哦，对，这部分是我稍夸大了一点。等一下我们要出船前一人吃1颗吧。哦，好哇！各位，这时候又要再讲一句了。一个称职的导游，就是身上随时都有晕船药，拿出来看看。对，一个称职的导游是有晕船药的，好不好？对啊，赞。它这个包子啊，我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我觉得它的包子还算软嫩，有一种甜静淡雅的气质。对，而且它这个包子皮啊，我觉得吃起来还蛮松软的。对，蛮松软。Q 弹。对，然后里面的馅啊，对，我觉得有点微辣，而且很香。对，算好吃的那一种。可是比起包子啊，我觉得这边的老板娘人更好。我们现在吃完了，时间接近8点20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搭船了。我跟你说，我刚才喝了一杯红茶，我喝的不是红茶，我喝的是人情味。整个博尔特区都因为我这间早餐店，感觉恬静淡雅不少。推荐大家如果来澎湖坐船的话，可以来这边吃早餐。阿姨蛋饼好不好？阿姨蛋饼对。好，等下准备出发 ，Go Go！ 吃完了早餐，时间来到8点20分，接下来我们也准备登船了。嗨！等你们久了。真的？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来？我看路上那个昨天。上次我遇到你，对不对？对啊，对。骑士店。对，骑士店。上次我去你好乌伦的时候，他有来。对。哦。而且他还翘班。你还记得啊？对啊，我你要给他拜拜，加油！很开心又看到你了。好，拜拜。进入台华轮之后，再看了一眼被捆绑后的橘白，一样的性感啊。那今天我们搭乘的台华轮是在民国78年在日本长崎建造竣工的，年纪比鲁特还要大，所以在一开始登上船的时候，船上的设备映入眼帘，餐厅、沙龙、舞池、游戏机台、贩卖部，在一开始感受到的是一股浓浓的怀旧感。那这里之前呢还有沙龙，感觉出来这是一艘有年纪的船。而今天我们的位置是2个坐卧舱的位置，一个卧铺舱的位置。让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卧铺舱，蛮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个颜色的搭配，真的给了我一种恬静淡雅的气息。坐卧舱的来回票价是1548块，而卧铺舱的位置是1764块。其实价格我觉得是差不多啦。至于晕船的问题，真的是蛮看个人的。这艘台华轮船长120公尺，船宽19公尺。总吨位8134吨，算是吨位蛮重的一艘交通船啊，所以相对来说也比较不会晕船。这要吞水的吗？不用，直接吃。然后导游给我一颗晕船药，好不好？这个晕船药，因为我第一次要坐这么久的船，所以我就还是吃一下比较保险。Go Go！ 把东西整顿完之后，我们也准备到甲板上面晃一晃。它这个小船就是要把船头拉出去，我们才可以开始航行。因为它没办法，大船没办法自己转弯，对，所以要靠小船拉。现在已经在拉了，好不好？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们在动，可是它现在动的其实蛮慢的。跟橘白一起出海去喽！台湾真的超漂亮的，看到这个超赞的，看到瘦子，台湾的瘦子也真的超帅的。台湾真的是美的超过分，对，怎么看都漂亮，真的。所有澎湖的离岛啊，最近的就是吉北。对，但是我觉得澎湖最值得去的是南方四岛。对，就是四岛，我们本来就要去啦。不是四岛本来就有啦。对啊，我们是吉贝一定要去啊。东南玩那一天插，因为吉贝是硬插的，一定要去，不管。对，因为吉贝很短，我就等你这一局。所以你都来了，你一定要去的。不是我说把它插到其他天啊，因为我们其他天要去其他地方，已经没有其他天。对，所以澎湖要去，我就1个月才玩得完。你去8天太短。不是，要去9天。澎湖要去9天。对，澎湖要去起码要9天。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深度旅游，对吧？我们澎湖深度旅游吧。如果要回来的时候，车子的那个运费是不是还要再出一次？哦，要。这1700只有单趟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把车运过去，再运回来的话，就要再付1000。来回，但车是3400。所以如果你是长天数的话，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对，还蛮划算。机票来回就要好几千。对，还不含运哦。对，所以是 OK 的啦，我觉得。然后坐在这椅子上，真的超想要睡觉的，休息一下。船也开了，也拍了，然
然后因为我今天5点半就起来了，我现在超想要睡觉的。从一开始开到现在，我还没有晕船的感觉，可是我现在是超累，超想要睡觉，因为早上流了超多汗的。那我现在要睡觉了，晚安，澎湖见，拜拜。在航行到澎湖的过程中，会响起2次起床号，一次是抵达马公港的时候，而另一次则是提醒你起床吃饭了。我刚才睡了一下之后，现在我来到他们餐厅，买了一个鸡腿便当，还有一个贡丸汤。看一下这里面的菜色，很 OK 啦。我现在肚子超饿的，好不好？鸡腿便当是80，这个是70，汤的话是30块。小胖应该是不吃了，我觉得。可是等一下如果吃一个不够的话，我等一下再吃爆第2个。然后边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外面有海，超美。现在准备吃爆 ，Go！ 大家午安，是刚从贫民窟起来的鲁特，现在来访问一下，今天坐在台华轮7期的张小胖。我今天坐的那叫坐卧舱，他今天叫卧舱，是可以整个躺平的。这个叫做高级头等舱。睡起来感觉怎么样？绝对是这样，他的那个房间，对，因为他一个房间有4格床位，对，那他整个房间我觉得空间是很挤，所以进去的时候也蛮吃力的。哦，没有，我现在变瘦了，所以进去的时候还算轻松。我靠，有没有变瘦有没有好处？那你们很感谢我？其实没有，因为我多花一点钱，不然我本来可以坐卧舱。那为什么坐卧舱？我觉得坐卧舱的位置是至少眼睛看起来比较大，它整个活动空间看起来比较大。对，就因为你看得大，你的心自然就大。对。不过它的那个床位的那个柔软度，我觉得躺起来是 OK 的，躺起来还算软嫩。对，我觉得躺起来算是蛮舒服的。对，所以我就睡得很好。对，重点是啊，我们连坐卧舱都没有坐，因为我们都坐按摩椅。我觉得那个按摩椅坐起来也很舒服啊，只是它故障了嘛。在吃完第1个便当，其实还有点空虚，所以鲁特决定再点1个来吃。我现在要准备吃我的第二份便当了，可是它的菜色不一样，它现在菜色变比较高级，它的菜包换成了地瓜叶。我基本上鲁特哥吃了2个便当，超爽的。然后我还点了1碗汤，就跟第1个便当，就跟刚刚一样的套餐啊。然后现在继续吃饭。接着在经过了4.5个小时，我们终于到澎湖了。然后在现在早安曲又放了起来，好不好？每次都是早安曲把我们叫醒的，一次是吃饭，然后一次是我们即将到了。现在从外面呢已经可以看得到岛屿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岛，就是了啊。伴随着海鸟叫声，我们终于来到了马公港。一开始原本想说要等船上的乘客下车，时间应该会拖得蛮长的。不过在广播后的不到10分钟，车辆就陆续下船了，算是还蛮有效率的。就像我们小寿哥说的，把车运到澎湖，真的是一件蛮丢搞的事情。过程其实也不算轻松，不过在橘白轮胎一刚接触到澎湖的柏油路，那一瞬间的感觉，会有一种什么都值得了的 feel。刚到澎湖的第一件事，我们准备先去 check in 今晚的民宿。接下来的路线从马公港出发，我们沿着205县道一路往东，接到了204县道之后往民宿前进。因为身上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先到民宿整装一下，再前往接下来的行程。澎湖有1市5乡，从北到南的行政区分别是白沙乡、西屿乡、湖西乡、马公市、望安乡、七美乡。大大小小的岛屿加起来总共90座，就分布在这1市5乡中。而我们这次的旅程也全部围绕在这之中。从我们下船的这一刻，我们也来到了马公市。地名的由来，因为自古以来妈祖算是跟海息息相关啦，加上澎湖又是个海岛嘛，在这边有一个澎湖天后宫，就是鲁特之前第一次来澎湖的时候去的行程啦。所以这边在以前也称作妈宫，妈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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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想而知马公。而这边是澎湖最重要的都会区，人口大概只有6万人。
是整个澎湖人口最多的地方，而目前的市区也算是蛮商业化的了啦，各种民宿、饭店、餐厅、outlet林立，很有那种城市的便利感，但却又同时保有了渔村的淳朴。骑了不到10分钟，我们来到了今晚的民宿。其实啊，我们刚才从那个搭船那边骑过来，骑了大概10分钟不到，然后我们就到现在的住的民宿了。今天要住的这个民宿，它叫夏天好不好？刚好现在这个季节呢，各位应该可以看到天空非常的蓝，非常的炎热。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 check in 之后我们再聊。Go！ 我们现在已经到我们的房间了，我们有一间客厅，那我们有3床，我们有1卫浴。一个电视，一个镜子，一台冷气，一个电冰箱，然后一个胖子，一个变瘦的胖子，一个变瘦的胖子。然后除了我刚才讲到的那些之外，这边还有一个中庭，好不好？可以晚上这边喝酒啊，然后聊天，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啊，我这次来啊，因为我行李很多嘛，所以我这次来，我把我全部的行李就是分开，然后装在不同的袋子里面。有那些袋子有大也有小，这样如果我要去骑车的话，我可以先把一些行李寄放在可能民宿啊或者是饭店里面，就直接带很简便的行李轻装就出去了。所以如果你有要骑车把车运过来的话，你又没有太多的空间，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一招啦。就是因为像我只装2个马鞍袋而已嘛，然后那个马鞍袋里面就放了2个包包。那2个包包里面呢，就是其中一个包包就是我的那个水袋的，然后另外一个包包就是一个比较小的。那如果假设今天只要去一个 7， 我就把那个小的那个袋子拿起来，里面的东西拿起来，然后可能塞钱包就好了。可如果今天要去，假设去北环或者南环的话，我就把我装衣服的那个袋子、水袋的那个袋子拿起来，这样我空拍机也可以放进去 ，GoPro 电池什么哩扣扣无为不为，Sony 的相机也可以全部丢进去，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在民宿整理了一下，接下来的行程，我们准备搭船前往海上牧场去吃蚵仔。对，没错，又要搭船了。再把东西整理完之后，沿着原路往南海游客中心出发了。因为接近夏天，抵达澎湖的第一个傍晚，时间大概接近6点，太阳还侧挂在天边，用金光闪闪来形容这时候的风景，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从民宿出发，骑了不到10分钟，我们也来到了南海游客中心。各位早安，时间来到了5点40分。我刚才睡了一觉非常大的觉之后，他们刚才叫我完全没听到。然后等我起来的时候呢，2个人已经坐在摩托车上面等我收东西了。然后等一下呢，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叫海上牧场，然后还有夜钓小馆啊，牡蛎吃到饱。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又要搭船了，1天之内搭2次船。幸好没有去吉贝岛，不然1天之内就搭了3次船了。然后我现在把举牌先停在这边，因为其实澎湖啊，我觉得停在那个外面好像也没什么位置。所以我们就直接没关系啊，随便找他停车格啦，要开就开吧。刚刚睡了一大觉，睡得非常饱。等一下呢，相信应该是可以吃得非常爽。Go！ 因为地理因素，岛屿众多，四面环海，整个澎湖旅游由澎湖本岛为中心，划分为北海以及南海。在这边旅游的主要交通工具都是以船为主，而南海游客中心位于南海码头旁边，又叫澎湖第3渔港。因为港口水深的关系，所以跟我们刚刚搭的台华轮靠港的时候是不同的地方，主要提供给南海游艇业者售票以及准备前往南海各个岛旅游的游客等船班的地方。喜欢看船靠港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边看见各种游艇以及渔船，有点算是澎湖版的转运站啦，所以也有人把这边称作是澎湖转运站，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现在这边是澎湖转运站，只是他开的是船，澎湖的海上客运。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坐的满天星，好不好？满天星。今天我们坐的船跟举摆一样，有一个可爱的名字——满天星。今天才刚坐了一艘大船，从海上进入澎湖，过了不到3个小时，又再度坐着小船去吃晚餐。一整天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奔波。在上船之后，我们也准备离开马公，逐渐驶离澎湖第3渔港。从靠近港口，看着夕阳照映在海面上，随着海面起伏，跟着一起摇摆。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伴随着夕阳碎金般的光芒，港口外的奔腾澎湃，港口内的沉浮如湖，
很奇怪的，在搭乘台花轮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是到了游艇上才能感受到澎湖的海如其名。我们又回到了金光闪闪的海上皇宫，现在我们终于到了，等一下要来考科了。虽然之前来澎湖的时候就有来过这边了，不过以这边包含的内容，从澎湖本岛坐船过来，客超过2个小时的牡蛎、海鲜粥吃到饱，再加上一盘烤肉、夜钓小馆，再坐船送你回澎湖转运站，价格是850块，内容也算是蛮丰富的。鲁特是觉得还蛮 OK 的啦。而如果夜钓小馆的话，我想钓小馆的原因只是我想吃它而已。不过我刚刚已经点了。对，应该是钓不到，所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夜钓小馆了，直接点2盘最快了。他妈还点2盘，干！炸小卷、炸小卷、烫小馆、烫小馆。张小手，各位，这颗就是我自己烤出来，好不好？跟老橘白的比起来，可能还是有点辣，可是至少是我自己烤出来的。现在吃它了 ，Go！ 不只有露营的时候吃的好吃，自己烤的也很好吃，也有美味加成。从傍晚我们吃到晚上，牡蛎真的吃到快吐了。在夜色的笼罩下，我们终于回到了马公。回到马公之后，一整天的行程也算在这边画下了句点。刚跟橘白分离了不到5个小时，我现在非常想他。这间红城啊，就是我明天要住的，然后它就在澎湖转运站的对面而已。也是。对，所以我们后天要去七美，其实就会很快，因为早上一起来就直接搭了嘛，对不对？吃完早餐就可以出发了。对，接下来准备要骑车了 ，Go！ 然后呢，拔辣他们已经到了，他们现在去买咸酥鸡，帮我买咸酥鸡还有酒。等一下晚上喝饱。我刚上完班呢。对啊，我们刚上完班呢。然后呢，现在我来剪片了，谁他妈说我不会剪片？剪爆！现在电脑已经打开了，六个位置，电脑打开了 ，Go Go！ 我们昨天从台中骑到了高雄，然后住了高雄的饭店之后，今天呢，我们再从高雄来到了澎湖，然后结束了一整天的行程。明天呢，我们即将要北环澎湖的北部，然后再去住澎城的饭店。说一句今天的心得吧，累，累，是真的蛮累的。因为我们从台北跑来屏东花了整整1天半的时间。你们更累，因为你们还比我多骑了从台北到台中的距离。对，然后这2天就觉得好像一直在奔波。对，不过非常的有感觉，这种就是叫热血，骑士的热血精神就是应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明天早上见啦，拜拜。一整天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实，虽然只算是个移动日，从台中出发到澎湖连开始玩都还没有玩，就真的蛮累的了。不过在一开始就这么刺激，也不禁让我更期待接下来的澎湖行。明天我们即将北环，骑车往澎湖的各个地区更加的深入。Looking for a way out, I can't find my way now. I just need you by my side.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baby, we could get away and 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no, never look back, never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哦。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明天澎湖见喽，拜拜。下次可能不会再这样约了。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了。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了。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了。雾面防水 PVC 车贴虾皮热卖中，虾皮卖场连结在资讯栏哦。